24分钟看完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为历史上规模空间的全球性战争，这场战争的惨烈程度前所未有。从1939年至1945年，6年时间，先后有61个国家参战，参战兵力超过1亿人，20亿人被卷入战争，因战争直接或间接死亡人数约为7000万，受伤人数达 1.3 亿，造成经济损失高达4万多亿美元。接下来就让我们按照时间顺序，一口气看懂二战详细过程。1919年1月18日，以美国、英国、法国为首的一战战胜国开始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会议，商讨战败国德国的处置方案。这就是世界历史上著名的巴黎和会。经过几番讨论，最终于1919年6月28日，战胜国与德国签订了著名的凡尔赛合约。在凡尔赛合约中，战胜国对德国采取了各种各样的限制措施，比如重新划分了德国的疆域，划分德国的所有海外知名地，让德国支付巨额赔款，限制德国的军备等。德国在战争创伤与合约的重压下，国内经济崩溃，通货膨胀肆虐，人民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生活中的必需品鸡蛋、牛奶和面包一度成为了奢侈品。因此，这份合约在德国人心中埋下了复仇的种子。1919年，德莱克斯勒在慕尼克创立德国工人党，同年希特勒加驻并控制了该党。1920年4月，德国工人党改称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及德国纳粹党。1921年，在华盛顿召开的会议上，日本的海军力量遭受到了西方帝国主义的严格限制，这使得日本国内十分痛恨一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提起。随后，法西斯组织开始在日本蓬勃兴起。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国内的法西斯主义势力已经十分强大。1922年，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创建者墨索里尼组织黑山军发动暴乱，向意大利的首都罗马进军，顶胁迫意大利国王任命其为总理。意大利政府最终妥协，墨索里尼于同年10月组建内阁，建立全球首个法西斯专政国家。墨索里尼的夺权行动为好友希特勒提供了灵感。1923年11月8日，希特勒自认为时机对其有利，他执意要效仿墨索里尼向罗马进军夺取政权的榜样，着手策划向柏林进军，发动了啤酒馆暴动，但最终以失败告终。希特勒被捕下狱，政府下令禁止纳粹党，封闭纳粹党报。1925年，出狱后的希特勒重建纳粹党，并建立了党卫队。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在美国率先爆发，并迅速波及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在这场经济危机中，美国等国家采取了新政的手段来恢复经济发展，但是德国、日本等国家则是采取法西斯主义专政来摆脱经济危机。1931年，希特勒领导下的纳粹党已发展到300万人，成为德国的主流政党。同年，日本为了转移国内对经济危机的注意力，开始不断地发动侵略战争。9月18日，日本发动918事件，占领了中国东北。中国14年抗日战争由此开始，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1932年，代表德国法西斯主义势力的纳粹党成为了德国第一大党。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军界和垄断资产阶级的支持下上台，成为德国元首。希特勒获得权力后，立即开展国家整合，取缔了德国所有非纳粹政党，并将艺术家、作家和犹太裔德国人列为打击目标，禁止这些人出书发表作品，宣扬思想。1935年，在世纪性经济危机的冲击下，意大利也推行了扩张政策。墨索里尼政府认定，领土扩张是缓解国内经济压力的必要手段，于是派兵入侵了埃塞俄比亚。面对德意日法西斯的崛起和扩张，英法美等西方主要大国非但没有挺身而出，反而采取了明哲保身、处处退让的绥靖政策，这极大地助长了法西斯国家的嚣张气焰。
同年，希特勒撕毁凡尔赛合约，公然扩军55万，并组建空军，加速了对外扩张的步伐。1936年，西班牙爆发内战，共和国政府与国民军等右翼力量对抗，苏联和墨西哥支持共和国政府，而纳粹德国和意大利支持国民军。西班牙内战已认定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奏，使轴心国和反法西斯盟国意识形态中的代理战争。1937年7月7日，日本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民奋起抵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国掀起了全民族抗战的高潮，这也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爆发的标志。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淞沪会战时，中日双方在抗日战争中的第一场大清会战，也是整个中日战争中进行的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一场战役。此战在广大爱国将士的奋勇抵抗下，粉碎了日本3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者占领南京，实施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1938年3月，希特勒派军队入侵奥地利，并迅速吞并了奥地利，而英法两国不但不加制止，还为了在欧洲实现普遍绥靖，修得一代人的和平，以牺牲捷克斯洛伐克为代价，与德意签署慕尼黑协定，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纵容德国的侵略扩张。1939年3月，德国撕毁慕尼黑协定，出兵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全部领土，使德国军事和经济实力大增。随后，希特勒为打通东西地区连接，要求波兰放弃但泽地区。英法两国明确表示，如果希特勒进攻波兰，就会对他宣战。但此时的希特勒根本就不在乎英法是否参战。1939年5月至8月间，希特勒通过外长里宾特洛夫多次向苏联表示，纳粹德国无意侵略苏联，并希望改善彼此关系。苏联方面，您对英法绥靖政策不满，同时出于自己国家的安全考虑，便与德国签订了苏德互补侵犯条约，并商讨了瓜分波兰和东欧势力范围。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出动58个师、2800辆坦克、2000架飞机和6000本大炮，对波兰发动了闪电式进攻。9月3日，英法两国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但英法两国实际上只是宣而不战，开始了静坐战。1个月后，波兰全境沦陷。根据苏德互补侵犯条约，苏联吞并了波兰东部的领土，德国吞并了波兰西部的领土。同时，苏德两国开始抓捕并杀害波兰人。希特勒派党卫军屠杀波兰的犹太人。1939年11月26日，苏联制造了曼尼拉炮击事件，并以此为借口，集结了100多万军队，大举入侵芬兰。在这场战争中，苏联可以说是有多大脸就现多大眼。100多万大军，因部书记提醒和指挥不力，一度被芬兰20万军队游击战术中创。最终，苏联以伤亡40万人为代价，在这场战争中勉强获胜，史称冬季战争。苏联在此战中的表现，也令希特勒对发动侵略苏联的企图更具信心，并开始着手联系芬兰，加入其计划。1940年4月9日，希特勒为了保证铁矿资源的供应，派德军入侵挪威和丹麦，并迅速将两国占领。1940年5月10日，希特勒按曼施坦因计划，调集300万兵力、2700辆坦克、5100架飞机，绕过重兵防守的马青洛防线，入侵西欧国家。5月13日，休吉尔上台担任英国首相，并一改之前的绥靖政策，坚持对抗德国。其前，意大利趁火打劫，出兵对英法宣战。5月26日，敦刻尔克大撤退发生，34万盟军成功逃出德军包围圈，撤至英国。
这是二战中规模最大的军事撤退行动。6月22日，法国向德国投降，不到2个月，德军完全占领西欧大陆。法国沦陷后，戴高乐在英国创建自由法国政府，继续抗击德国侵略。1940年7月6日，希特勒着手拟定了入侵英国的海事计划。为确保渡海登陆作战顺利实施，德军计划先夺取制空权。7月10日，德军发动不列颠空战，这是二战中规模最大的一场空战，双方累计出动飞机超过6000架。在这场空战中，英国皇家空军在丘吉尔的指挥下，与德军进行了硬用的斗争。最终，英军以损失一因744架飞机和一线542名飞行员的代价，消灭了德军一因977架飞机和2585名飞行员。战后，因德国损失大量战机和飞行员，且无法取得英吉利海峡的制空权，不得不放弃了入侵英国的海事计划，转而将战略重心转向东方战场。1940年9月27日，德国、意大利和日本3国外交代表在柏林签署的伊日3国同盟条约，这标志着轴心国集团正式成立。最后，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芬兰相继加入轴心国阵营。1940年12月18日，意大利袭击希腊，但遭到顽强抵抗。1941年4月6日，德国入侵希腊与南斯拉夫，并迅速将两国征服。至此，在欧洲战场除英国外，德国为征服苏联扫清了主要障碍。1941年6月22日，德国撕毁苏德互补侵犯条约，伙同仆从国、匈牙利、罗马尼亚、芬兰等国，依据预先制定的巴巴罗萨计划，集结了190个14900架飞机、3700辆坦克、47000门大炮和190艘军舰，共550万兵力，变为3个集团军群，从北方、中央、南方3个方向，以闪击战方式对苏联发动袭击。苏联卫国战争全面爆发。战争初期，由于法西斯的突然袭击，苏军连连败退。不到1个月时间，德军便攻占了苏联大片领土。1941年7月3日，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发表广播演说，号召苏联各族人民奋起保卫祖国。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军民奋勇抵抗，陆续撤往内地防守地带。1941年7月7日，德军在基辅地区展开大规模包围战，此役几乎将苏联红军西南方兵军全部包围，66万苏军被俘，16万人伤亡，时称基辅战役。1941年9月30日，希特勒妄想在可怕的严寒来到之前，一举攻占莫斯科。他调进了亲苏兵力的180万人， 1.4 万多门大炮和迫击炮，1700辆坦克，950架飞机，发动了代号为台风的大规模攻势。战役第一阶段，德军在维亚基马地区坚称苏联红军61万人，随后迅速占领莫斯科外围，摧毁了舵岛苏联防线。1941年11月7日，在德军迫击莫斯科之时，苏联为了提升国民及军队的士气，已然暗示组织了红场阅兵。数十万红军浩浩荡荡走过红场，苏联向全世界表明了战斗到底的决心，授予部队在阅兵结束后直接开赴前线，包括斯大林在内的苏联主要领导人坐镇莫斯科，以表明坚守首都的决心。1941年12月6日，苏联红军发起反击，最终苏联红军以100万人的伤亡代价，消灭了德军50万人，取得了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粉碎了希特勒在3-5个月内征服苏联的狂妄计划，极大地鼓舞了世界反法西斯人民抗击侵略的决心。1941年12月7日，日本法西斯为推行南京政策，以建立亚洲太平洋地区的霸权，但日本的侵略政策严重损害了美英两国的利益，美国不得不做出反应，限制乃至禁止向日本出口钢铁、石油等战略物资，冻结日本在美国的资产，并增加对中国的援助。
英国、澳大利亚等国也同样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这对战略物资依赖进口的日本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于是，日本趁美国战争尚未准备就绪，偷袭了美国太平洋基地珍珠港，重创了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12月8日，美国向日本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11日，德国与意大利相继对美国宣战，而美国也迅速基于宣战回应。12月9日，中国国民政府在中日战争进行了10年后，也正式向德意日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获胜到了最大规模。1942年1月1日，中国、苏联、美国、英国等26国在华盛顿发表联合国家共同宣言。该宣言的发表，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正式建立。自1939年9月至1942年1月期间，中国军队与侵华日军在以长沙为中心的第9战区展开了3次大规模且激烈的攻防战，即长沙回战。中方共投入兵力超过120万人次，日军共投入兵力超过40万人次。最终，中国军队以伤亡9万余人的代价，歼灭了日军11万余人，取得了长沙会战的胜利，粉碎了日本企图消灭中国军队主力、以战破湘的战略目标，有力地保卫了湖南广大地区以及我国西南大后方的安全。与此同时，中国八路军在华北低后地区发动了百团大战。在整个战役期间，八路军共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共毙伤日伪军5万余人，重击了日伪军的反动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的抗战信心。1942年3月，为更有效地协调反法西斯作战，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协同英军对日作战。1942年6月，日本先后与美军及同盟国军队在太平洋战场展开2次大战：中途岛海战和瓜达卡纳岛战役。2次战役均以日本失败告终。太平洋战场的同盟国军队从此开始转入战略反攻阶段。1942年7月，希特勒在莫斯科保卫战失利后，放弃全前进攻计划，决定将进攻兵力集中于南线，目标时夺取高加索油田，占领伏尔加和流域的小麦产区，拿下斯大林格勒。希特勒认为，一旦实现上述目标，俄国将失去它的石油和粮食供应，与南部地区的联系将被切断，这样德国就可以轻易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于是，德国开始了1942年夏季攻势。经过近2个月血战，苏军防御的最后要塞塞巴斯托波尔失守，德军占领了整个克里米亚半岛。7月11日，德军第6军团进入斯大林格勒州界。7月17日，德军在顿河大河区的切尔河和齐姆拉河线与苏军交火，斯大林格勒战役正式打响。希特勒为在大批美军运抵欧洲前尽快结束对苏联的战争，投入了200万兵力、1200辆坦克，以600多架飞机，而苏军也投入了超过300万兵力和大量的飞机坦克。斯大林格勒战役被称作是一场人间绞肉机般的战争，战场上的士兵平均存活不足24小时，军官不超过3天。战斗最激烈时，士兵存活时间甚至不超过9分钟，其惨烈程度前所未有。最终，苏联以伤亡200万军队为代价，地上的德军150万军队用鲜血堆积出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斯大林格勒战役不仅是苏德战场的转折点，也是整个第2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苏德力量对比开始发生根本性扭转，德军转入防御，苏军则获得了战略主动权。这种转变加快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总进程，促使整个反法西斯战争开始由防御转入进攻。1942年10月23日，德国和意大利企图占领埃及，控制苏伊士运河，发动了阿拉曼战役。此战历时12天，最终以英国为首的盟军
取得胜利而告终。1943年4月，英美联军在北非战场打败德意军队。7月10日，英美联军乘胜在意大利南部的西西里岛登陆，歼灭德意军16万人。西西里岛登陆战在政治上强烈震撼了意大利政府，导致意大利发生政变。最终，墨索里尼法西斯政府被巴多格里奥组成的新政府替代。9月3日，巴多格里奥宣布意大利无条件投降，并退出轴心国联盟，向德国宣战。就在西西里岛登陆战进行的同时，希特勒对苏联发动库尔斯克会战，意图通过对苏军造成大量伤亡，从而全面夺回战略主动权。苏联最高统帅部东西德军战略意图准备了占优势的军队、大炮、坦克和飞机，延伸一带。此战，德军与苏军共出动了近8000辆坦克，参战双方共投入了超过280万名士兵，空军部队参战飞机超过了5000架，创下了史上规模最大的坦克会战和最大规模单日空战记录。库尔斯克会战最终以苏军获胜，德军被击溃而结束，但苏军付出了惨重代价，损失兵力达80万，损失坦克3000多辆，损失飞机1700架，德军损失兵力50万，损失坦克1500辆，损失飞机1000架。库尔斯克会战也是德军最后一次对苏联发动的战略性大规模进攻。此后，德军彻底丧失了战略主动权，而苏军则开始大规模连续发动战略攻势，成功地将德军赶出了苏联国土。1943年11月22日至26日，中美英三国首脑在埃及首都开罗会晤，签署了开罗宣言，声明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将坚持对日本作战，直到日本法西斯无条件投降。同时明确规定，日本侵占的包括东北3省、台湾、澎湖列岛在内的中国领土必须归还给中国。1943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苏美英三国首脑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会议，会议决定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以尽快打败纳粹德国。1944年6月6日，英法美联军在总司令艾森豪威尔指挥下，集中兵力288万，以及各类军舰6000艘，飞机13700架，横渡应激利害下，在法国北部的诺曼底登陆。最终，盟军以伤亡22万人的代价，歼灭了德军近30万人，成功开辟了欧洲大陆的第二战场。8月，盟军进入巴黎，收复法国。与此同时，苏军也在东线对德军发动更加猛烈的进攻。6月22日，苏军发起了巴格拉基岸行动，以4个方向展开强大攻势，一举击溃了德国中央集团军群，共歼灭德军100多万，并且相继解放了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国。至此，德军在东线已退至本土，苏军部分军队进入德国境内，进一步加速了德国法西斯的灭亡进程。1944年10月20日，美军一支2栖部队进攻菲律宾群岛中部的莱特岛，莱特湾海战由此爆发。此战，盟军投入17艘航空母舰、12艘战列舰、24艘巡洋舰、141艘驱逐舰、1500架飞机。日本投入4艘航空母舰、9艘战列舰、19艘巡洋舰、34艘驱逐舰，约200架飞机。以两军投入战场的军舰总吨位而言，莱特湾海战堪称是历史上最大的海战，也是迄今为止最后一次航母对战。最终，盟军凭借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彻底摧毁了日本的航母力量，严重打击了日本全局的实力。从此，日本联合舰队在太平洋战争中不再是一个战略力量。此战役也为后来美军成功攻下菲律宾群岛、冲绳岛等地打下基础。1945年3月，美法英等国盟军强渡莱茵河，
向德国腹地挺进。与此同时，东西的苏军于4月16日从奥蒂河边向西面发动强大攻势，开始实施柏林战役。4月25日，美苏两军在柏林南部、易北河畔会师，反法西斯德国的东西两条战线从此连接。在苏军和美英联军东西夹击之下，希特勒收集了100万兵力，在柏林以东筑起3道方线，环绕柏林城，筑成3层防御圈。1945年4月26日，苏军开始对柏林发起猛烈进攻，在市区内进行逐界逐巷的争夺战，最终于4月30日攻占德国国会大厦。当日下午3点，希特勒及其妻子艾巴布劳恩在帝国总理府的地下避弹时自杀身亡。1945年5月7日，德国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至此胜利结束。1945年5月8日，在太平洋战场，美军展开了更为猛烈的进攻，不断向日本本土逼近。与此同时，中国等国家的抗日武装力量也在亚洲各地展开了反攻。1945年7月16日，美国成功爆炸了世界上第1颗原子弹。盟国方面明白这种威力巨大的武器带来的后果，以及使用者应当承担的责任，但日军在菲律宾制造马尼拉大屠杀，在中国制造南京大屠杀，以及偷袭美国珍珠港等，已达到了令盟国愤怒的地步。盟军认为，就日本军国主义的好战本性，不使他付出沉重代价，不对其形成致命威慑，日本绝不会放下屠刀。亚洲各国民众付出的代价势必更为惨重。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3国发表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否则将予以最后之打击。1945年8月6日与9日，美国先后投掷了代号为小南海和胖子的原子弹，对日本的广岛和长崎进行了毁灭性轰炸。这2次轰炸共导致20多万人死亡，数万栋建筑物被毁。1945年8月8日，苏联根据亚尔塔协定对日宣战，出动150万军队进攻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此战，苏军以伤亡 3.2 万人的代价，共歼灭日军67万人。同时，中国的抗日武装也向日军发动了全面进攻。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接手波茨坦公告。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发表了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代表在美国战舰密苏里号的甲板上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至此，第2次世界大战以法西斯轴心国的失败和反法西斯同盟国的胜利而宣告结束。